大家好，今天呢非常的开心，要来帮大家体验的车款呢，就是我眼前的这一辆2023年的 Raider 1100T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1100T 呢，也是台湾本田首次导入的一个车型版本。它最大的差异呢，就是加了一个头罩，还有2个侧箱，让这台车呢更有一个旅行的美式车风格。那另外一个点呢，就是这辆车也是今年首度导入的一个手动换挡的编程，大家敲碗许久的手排终于来了。那在车头部分，加了头罩之后的1100啊，看起来呈现出另外一种内敛的美式的质感风。那当然，我知道有些人呢，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外显，然后比较让大家注意到的一个美式风格。那你就可以去改一些电镀件或是一些外观套件。所以这款车它的整个客制化跟它的改造的可塑性啊，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一次改版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它的一个后车厢组。这个后车厢组啊，你从车辆的这个后方45度角来看，它的宽度大小看起来是还蛮大的，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空间呢，我觉得表现是差强人意。我打开给大家看，它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右边更惨，它会因为排气管的限制呢，而影响它的大小。在这里面呢，我放了一双手套给大家做一个对比。这一双手套啊，是我这一次为了体验1100T 特别准备的这一双 Five 的 RFX Sport 的这个手套啊。配上这台美式车的风格，整双皮手套就是要配这种美式车，感觉就是很对味。那这个侧厢组啊，我觉得使用起来呢，它的整个大小就是实用而已，就是可以让摆一些小东西，但是全罩安全帽不用想，绝对放不进去。但是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这个侧厢组啊，不管是右边还是左边，我觉得它的这个侧厢的强度啊，给我的安心感是没有这么足够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。我手只是轻轻这样子，一只手这样轻轻扭一下而已，这样子，它的这个地方就有这种扭动感。然后它的这个绑带啊，也不是用钢绳，它是用这种片状的东西，像是尼龙带的东西去固定。那另外一个点呢，就是这个侧厢啊，不管是右边还是左边，都非常的难改。那我们后来研究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，就是你先放下来之后呢，手扶着底下，然后另外一手在上面用力把它合体回去，这样子会比较好盖一点点。那 Raider 1100呢，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使用配备，就是它有一个 Type-C 的充电座。那这个 Type-C 在哪边呢？就在它的坐垫下方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它的钥匙从手这边往前推到底之后呢，往右边旋转，接着你就可以拿起它的整个坐垫了。那大家顺便就可以看一下，它的坐垫其实是非常大、非常厚的。它的整个发后门设定啊，我觉得是还蛮厚实的，长途舒适应该是还不错。那在打开坐垫底下之后呢，这边就有一个置物空间，然后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很突兀的这个塞子，这个拨开来，它这里面呢就是 Type-C 的充电孔，跟 CBR60R 相比，至少这个 Raider 1100它底下有一个足够放手机绝对没有问题的空间，让你去把手机放在这边做一个充电的动作，所以在外面应急用是还蛮方便。而且如果你遇上下雨的话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塞子。那接着跨座上车呢，我们来看到它的驾驶界面的部分啊。本次的 Raider 1100，因为这一台是手动换挡的版本，所以说它在左右把手的空间上面会比 DCT 版本来的简洁许多，它没有 DCT 模式的一些按钮或是调整的控件，所以说大家看到它的左右边把手呢，就会觉得好像简洁了不少。那它的发动按钮是整合在熄火开关上面，在底下这边有一个定速的拨钮。那另外一边呢，则是它的这一个模式的选择钮。那它这个模式选择钮呢，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小改版它没有改成像 XADV 一样的 TFT 仪表板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可惜的。因为 TFT 仪表板它的整个操作的逻辑跟它操作方式，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棒的。但是这种圆形的表啊，好像比较适合这一种美式车，这个就是看大家怎么去定夺。那另外一个与 DCT 版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呢，这一台手动换挡的 Raider 1100啊，它是没有手刹车的这个机构的，因为它可以采用变速箱入档的方式来锁定整辆车，所以说在这个手动换挡版本的 Raider 上面，它是没有手刹车的配置的，你必须要买到 DCT 版本，它才有这样的一个配置。那也因此呢，这整台车啊，跟 DCT 版本相比，它的重量其实是减轻10公斤的。一方面是变速箱的结构变简单了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配件比较重的东西呢都被拿掉了，所以让它的整个车重呢是有点精简化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来上路体验测试吧。
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正式来上路体验这一台 Raider 1100。那这一台手动换挡版本的 Raider 1100啊，首先第一个，你在骑乘上路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在车辆下半部的这个重心感受啊，是变得稍微比较轻盈一点点的。我想呢，这是跟它的变速箱机构变得比较简单有关系。那再来一个呢，就是这种随心所欲、随你操控的换挡感受呢，对于正统的挡车骑士来讲啊，比较老派挡车骑士而言呢，他们应该会跟我一样，都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感受。那吹下油门的时候呢，车辆的扭力非常的丰沛，很快的就把车子给往前带出去了。这辆 Raider 1100它的动力不大，只有80匹，但是呢，这不是重点，它的扭力有 9.6公斤米。所以说，对应于这辆车它的一个定位跟需求来说呢，骑乘起来它是可以给你一个很轻快，而且是很饱满的加速感受的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一样来到这个路尾，然后来做一个原地的回转。好，这台车回转稍微要比较吃力一点点，但是它还是可以回得过来。只是呢，你的这个低速离合器收放啊，就要比较注意。这一辆车它不像 DCT 版本，你只要顾好你的油门跟刹车就可以了。那这辆车跟 DCT 版本啊，在驾驶姿势的上面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差异。这个差异就来自于说你要换挡，所以你的脚呢是会移动的。那当今天你的脚要移动的时候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挡板啊，保护的挡板可能就是会稍微卡到你的脚踝，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时间去适应一下下。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以这辆 1100T 它的这个有罩的设定来讲呢，它的脚踏位置啊，我觉得是可以摆得更前面一点点的。那么在着坐高度的部分呢，这台车它的坐高非常的亲民。我身高172公分，坐上去之后啊，脚是弯曲的，所以说身高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是不用担心。那也因为它的重心比较低的关系呢，所以说它的车重虽然超过200公斤，可是你在骑乘起来的时候啊，你并不会像一样是200多公斤的多功能车这样子，骑乘起来你会觉得压力很大。这辆车骑乘起来，就算是女性的车友，我觉得只要克服牵车的困难之后啊，你就可以骑得很顺畅了。那每次看到人家骑这种美式机车啊，我觉得不管车辆的性能如何啊，他们就是要骑一个风格的展现。所以一开始 Raider 车系在出来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有点太内敛了。不过随着这个路上的车主朋友们越来越多呢，我们也开始渐渐看到许多改得非常漂亮的 Raider 车系出现。那在这些车主的客制化改装之后呢，也让许多车友们发现，其实 Raider 这台车它的风貌是非常多变的，而且呢，因为它的车价不贵，所以你买回来之后，你有很多的预算可以去改。那也许这台车它没有像哈雷一样的 V 双3排身，那也没有像 Indian 一样的澎湃感，但是呢，这辆车骑乘起来呀，它给你的就是一个轻松舒服、好驾驭的感受，非常有日系车的感觉。但是呢，美式车该有的一些氛围啊，它也没有少，全部都有给你。因此啊，这辆车在上市至今，就我所知，500跟1100都卖得相当的不错。那在这边呢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它的一个销售状况。刚刚我跟我的业务阿吉做聊天，来做一个询问。在 Honda 引进手动换挡版本的 Raider 1100之后啊，其实订单的数量多数还是集中在 DCT 的版本，也就是说，购买 Raider 1100的这个客群呢，跟我们的想法可能是会有一些落差的。真的会买这个车的人，他反而讲求的是要一个方便舒适，然后长途巡航的时候呢，它的负担跟它的驾驶压力不会这么大的车款。所以说，就算有手动换挡的版本，多数的客群啊，在桃园店的客群，他们还是选择 DCT。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啦。我个人呢是觉得，这种美式车就是要手动换挡才对位嘛。可是，在听完我的业务阿吉跟我的分享之后，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错。买这种车，你就是会做一个比较长距离的巡航，或是说比较休闲的骑乘。那着重在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在改装的面向，或是个人穿搭的一个面向上面。其实这种美式车款呢，多数的车主他都会比较
凸显自己，就是它会比较讲求的是外显的部分，比如说车辆的外观，或是穿搭一件很帅气的皮外套，然后一个很帅气的复古帽，配上一双帅气的皮手套。那这些呢，就是构成他们一个出门穿搭的要素，许多的皮饰件，或是许多的镀铬件，那或是银饰，然后呢，再配上车子的一些改装，让整台车呢骑帅不骑快的这个氛围啊，骑在路上吸引大家目光。我想这才是多数美式车的车主他们会想要的一个元素。那我觉得Honda很厉害的地方是，它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售价，然后做出这些元素。虽然它可能少了一些人想要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大家觉得必须的东西，它也没有放掉。这也让这台车上市至今的销售量一直都是相当的好。那现在引进手排版本做一个战力补强呢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打铁趁热的概念吧。其实就业务的分析来讲，台本大可不用这么做，但是在非洲双的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管是手动换挡还是 DCT 版本，其实都还是有人喜欢的。那既然可以多拿一点订单，何不拿呢？好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遇到这个上桥的爬坡，我们退2档来加速一下，走。这台车呢，虽然动力不大，但是因为扭力非常充沛，再加上它是一个低转高扭的设定啊，所以你在拉转速到大概4、5千转的时候，它的动力其实就是一直源源不绝的不断在推着你出去了。那么在 Rayber 1100它的这个动力单元呢，还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是跟许多正统的美式车有点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整个拉转的反应啊是比较快速、比较积极的。也就是说，它拉转的这个感受上面，你甚至会觉得它好像有点像是运动化车款的这样的一个反应。它跟正统的这种美式机车拉转的反应比较慵懒，然后输出比较澎湃的感受是有一些差别的。那在最后的心得上面呢，我觉得这一次 Rayber 1100手动换挡的版本啊，它就像是一杯不加糖的美式咖啡一样，虽然有点苦涩，但是你可以喝出它真正的风味。那 DCT 版本就像是加糖的美式咖啡一样，它非常的好喝，你可以很好的下口，但是呢，你就会少了一点点那种美式咖啡独有的酸甜甘苦跟回甘的感觉。那这2台车要怎么选呢？我觉得以目前我自己个人的心得来讲，我还是会喜欢纯正的美式咖啡，喜欢这种换挡的感觉，喜欢这种放离合器吹下油门转速爬升，然后自己换挡的这种感受。那手动换挡的这种顿挫感呢，我觉得也是骑乘这种车款的一个乐趣之一。慢慢的拉转起来，换挡，然后不用换得特别快，在结合的时候有点顿挫，然后再加速出去。虽然你的后座可能会有点不爽，但是呢，你骑起来是非常爽的。我想这也是许多期待手动换挡 Rayber 版本的一个潜在客户他们的一个心声。但是对于多数的一个消费者来讲呢，市场可能已经证明了，大家想要就是一个方便、好骑，而且呢好上手的一个美式机车。他今天在驾训班考到驾照，他可能不用很熟悉换挡，他就可以直接买一台 Rayber 1100 DCT 的版本，然后呢直接从展示间骑出门，骑回家，然后去大改特改。因为跟其他纯正美式品牌的竞争对手相比啊 ，Rayber 1100它的整个售价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。以50几万的这个价格带来讲呢，你在这些纯正的美式品牌，你可能只能买到一个中阶的产品或是入门的产品。但是呢，在 Honda 你可以买到 Rayber 1100公升级的排气量，充沛的动力，然后完整的电控，骑乘起来呢也有浓浓的这种美式的氛围。虽然它少了3拍声，虽然它少了 V 型引擎这种澎湃慵懒的感觉，可是骑乘起来呢，它的乐趣感啊一点都不会少。而且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方便的车主，还有 DCT 的选项，因此这台车呢，我觉得在这一次产品线调整之后啊，它依然是可以大杀四方，而且呢，我们依然是可以在路上看到更多改得非常漂亮的 Rayber。好了，那这一次的体验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